妃娘娘嫌我不会侍奉，那是她儿子，她舍不得骂，就指桑骂槐，说我没规矩。你是贵妃指来的教引姑姑，教了2年，就教出我这么个没规矩的儿媳。既然你这么会教，我看你是想教到皇子床上去吧？奴婢不敢，不敢！我看你这副狐媚子样就恶心！打，给我碎打！这蹄子命大，竟还有口气。贵妃赏的东西，你也配带走？王二，主子发话了，卖得越远越好。这种长相平平的，随便给个300-500文，卖到深山，随他死活。嬷嬷放心，保准让他这辈子都回不了京。6岁那年，阿爹为了300文钱把我卖入宫中。那年我哭干了眼泪，以为进了那金丝笼就能活命，如今却沦落至此。在那人命如草芥的地方，贵妃怕是连我名字都记不住，又怎会管我死活？可我不甘心啊！我才18岁，从未尝过自由的滋味，也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一天，怎能甘心赴死？求求我！干什么？死丫头，临死还想拉个垫背的！小子，瞧见没？这丫头一眼就相中你了，你说这是不是缘分？娶媳妇儿没？这可是京城大户人家出来的，虽说受了点伤，但那底子在呀，买回去做媳妇儿绝对不亏。我没钱。哼，没钱看什么看？滚一边去！别耽误老子做买卖，晦气！不能放手，放手就是死。他只要一用力就能甩开我，可求求你，别甩开我！多少钱？嘿嘿，2两银子，这还是看他快断气的份上。要是好好的，没5两你连边都摸不着。太贵了，买不起。1两，我浑身上下只有东家那儿还欠着的工钱。切，1两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行，拿走拿走，真丧气，在咱手里连口棺材钱都挣不回来。东家，求您预支我1年的工钱，不，2年也行。长安，你疯了！你买个半死不活的人，这可是1两银子啊！东家，求您。1两银子，那可是3200文钱，你1月才200多文，这钱扣下去，你接下来2年都得白干。万一人就不活，你这银子可就打水漂了，你家里还要不要养了？东家，我晓得了。我能干活，我能多干活还债。3200文，在宫里，这不过是贵妃赏赐小太监的一点碎银，可在这儿，却是一个男人2年的命。我叫彩云，原本以为这辈子只能像云一样飘走。可这1两银子，把我生生拽回了人间。哎呦，长安呀，你这是打哪儿捡回来的活阎王？伤得太重了，这背后是杖责吧？皮开肉绽，都已经生了脓。还被烈日暴晒，最要命的是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。这分明是吊着最后一口气呢。江叔，您给开药，多贵的药我都想办法。长安啊，叔看着你长大，
知道你是个实诚孩子，你要想娶媳妇儿，叔回村里给你张罗个手脚利索的，何必呢？你借了1两银子买她，已经成了全县城的笑话了，现在还要花诊金药费。叔说句不好听的，你救她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没个响。这银子丢进水里还能听个水声，丢在她身上，万一今晚就断了气，你这2年工钱打飘了不说，还得贴上一口棺材。叔，求您给她医治，钱我一定还，能不能救活我认了，哪怕救回来只有一口气，我也认了。你这傻小子，图什么呀？他抓着我不撒手，那是想活命啊！我想给他一条活路。造孽啊！福儿，去烧热水，把那压箱底的保命伞拿出来。爹，这姐姐长得真普通，长安哥怎么就看傻了眼呢？闭嘴，干你的活儿。我竟然还活着。你醒了，你身子尚未痊愈，我为你服药可好？对不住，你看我这手，我这手笨，在梁家只干粗活，没伺候过人，你别生气。没关系，江叔说，只要你能睁眼，这条命就算捡回来了。你别担心，药费和诊金我都跟东家商量好了，我能干活，我有的是力气，我一定能赚钱养活你。福儿，到底怎么了？长安他这2天总是放了粥就走，面都不敢露。云姐姐，你可千万别告诉长安哥是我说的，他叮嘱过我不许乱说话。长安哥的亲娘前天闹到县城来了，就在梁府大门口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把长安哥骂得狗血淋头。为了那1两银子，可不是嘛！长安哥以前每个月280文工钱，那是连1文都不敢留，全得带回村里交给他娘。这回听说他为了买个半死不活的婆娘，把2年的工钱都预支了。他娘当场就疯了。你这个丧良心的畜生，家里老的小的都指着你那点工钱活命，你倒好，为了个女人把自个儿卖给东家当2年白工，你这是要逼死你爹娘啊！1两银子那是3200文啊，你个不孝的东西！云姐姐，你不知道长安哥现在的脸肿得跟猪头似的，左眼都快睁不开了。他怕吓着你，也怕你心里不痛快，这才躲着不敢进来。月俸280文，1两银子3200文，再扣掉给我的诊金、买药的开销，加上这日日的白粥，这哪是粥，这是从他骨头缝里抠出来的血。在宫里，我见惯了人为权力相互倒戈、趋炎附势，却从未见过有人愿意为另一个如此卑微的生命，甘愿把自己逼入这般绝境。药记得趁热喝，这几天梁府活多，我先回去了。长安，你还有啥缺的？没什么，你路上慢点。我这样的人，说是不报恩，便是忘恩负义；说是推开他，在这吃人的县城里，便是死路一条。云姑娘，今儿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东家庄子上的杨梅熟了，我晌午帮着搬运，多干了半个时辰的活，求管事赏了这一小篓。这一碗在县里市集上起码得卖10几文钱，东家真舍得赏你。我干活利索，管事高兴，你快尝尝。听江肥说你这几天胃口不好，吃这个开胃。你吃了吗？我不爱吃这些。脸上的汗珠还没干，什么不爱吃？分明是舍不得吃。真的很酸啊？很酸吗？管事说这品种最甜了。你尝尝，是不是我说的那样？我不吃。张嘴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在皇宫那个泥潭里，
哪怕别人送你1两金，背后都藏着杀人的刀。可在这里，这个傻子摘了一上午杨梅，却连1颗都舍不得尝。既然甜，那就一起吃。长安，往后不要再说这种骗我的傻话了。这是梁夫人今早赏的，一共20文，你收着。给我？你是我？你想说我是你花1两银子买回来的媳妇儿，对吗？你有没有生气？长安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很感激。但我不得不问你，你知道我为何会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像个破布袋一样被人扔在马车上贱卖吗？我待过的地方，杀人不见血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我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只会洗衣做饭的普通女子。我不是要逼你嫁给我，我就是觉得钱该给你使。我懂，长安，我也不是拒绝你，我只是希望你明白，将来要与你共度一生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这双手不光能握勺子，也能握刀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愿意留下来，怎样我都能接受。你先好好养伤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云娘子，你这底子虚，本该再养养。可长安那孩子，这2月为了你，已经欠了医馆不少药费，他那工钱还没到手，就已经见底了。我知道，江大夫，再留下去也是浪费，我能下地干活了。姐姐，你要是受了欺负，再回医馆来。不会了，以后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。没有户籍，没有名牌，在这世道，我依然是一夜浮萍。我有宫廷御膳的方子，有调和百味的本事，去这里当个帮厨，或许能活。户籍名体拿出来，没名没分的盲流，统统抓去矿山采食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不行，我没有户籍，绝不能被抓住。姑娘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户籍名帖拿出来。完了！别拦我，我还要喝。长安，如今只有那个1两银子娶回来的媳妇儿身份，能让我名正言顺地站在这阳光下。哪儿来的？找谁？请问，长安可在府上？长安那是外院干粗活的，你是他什么人？家眷。哟，这倒是新鲜。长安的闷葫芦还真捡了个俏媳妇回来。等着吧，长安出城帮2老爷运货去了，没晌午回不来。去侧门边等着去，别在正门挡道。你就是长安那小子花了1两银子预支了2年工钱带回来的媳妇儿？回婆子的话，我是。倒是个懂礼数的，没让长安那傻小子白折了这2年的嚼头。既然来了，就跟我进来吧。长安下晌才回来，管事发了话，先给你找个地方待着，别在门口给梁府招摇。就是他，长安花了1两银子买的，模样倒不清秀，像个识文断字的。长安这回没白瞎那2年的辛苦钱。看什么看？都没活干了是吧？滚去干活！赶紧吃吧，这是大厨房剩下的。长安不在，总不能让你饿死在府里。多谢婆子。你这吃相不像是个村户人家出来的。长安下午就跟着2爷的车队回来了，你以后怎么个打算？是跟着他回家种地，还是想在府里找点营生？婶子，我会些灶上的粗活，尤其是几样南方的拿手糕点，不知道府上的夫人能不能看得上眼。你会做点心，你早先
在大户人家当过差？只是因多嘴说错了一句话，犯了老爷夫人的忌讳。明白了，做奴才的都懂，主子要罚人，哪需要什么理由？一句话，甚至一个眼神不对，就是灭顶之灾。不过你要是真有这本事，留下来当差也不是不行。只是想进梁府的后厨，怕是得签死契，卖身进府。你可愿意？卖身？我不愿意。我想问问，长安他是签了死契吗？他们这些干粗活重活的汉子，都是府里雇的长工，不拿身家性命抵账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可以不签。我先在梁府做2年，帮着长安把欠下的债还了。若我手艺好，夫人想必也不在乎那一张纸。云丫头，也何该是你运气好。后日夫人要在花园里宴请县里几位官太太和富家监属，正愁的头发都要白了。可是为了席上的吃食，正是。府里那几个大厨做菜倒是把好手，可做点心就那几样：红豆糕、发糕、栗子酥。官太太们吃腻了，回回都剩下大半。官太太们嘴上不说，夫人心里觉得没面子。婶子，我想多嘴问一句，府里平常用的糖是白霜糖还是赤如糖？可有剔透的芡粉？都有。库房里精细东西不少，只要你能做出花来，东西管够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点心做得好，我带你去见夫人，到时候工钱另算，赏钱更是少不了。可要是搞砸了，婶子放心，若点心不能让夫人眼前一亮，我自个儿背着包袱走人，绝不让您为难。好，我就爱听这痛快话。走，我带你去灶房转转，先露上一手。云丫头，你这身子骨行吗？要不歇会儿？婶子，这水晶膏讲究个劲儿字，粉要揉透了蒸出来才剔透。我虽力气小点儿，但这分寸得自个儿拿捏。婶子，让月儿来帮我吧，我揉面的法子让她看着点儿，往后她也能替您分分烦。哎呦，这感情好。月儿，还不快谢过云姐姐？这可是大户人家的秘方，你能学去一星半点儿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面呢，要醒到这个程度，揉的时候呢，要用巧劲儿，不能使蛮力。我没想过藏私，在这深宅大院，一个人占着好处那是招祸，分出去一点，才有人愿意替你当风避雨。嘿，长安，你那1两银子可真能折腾，这就去大厨房烧火了？听说还要给夫人做点心呢。那小娘子长得斯文，手脚倒也麻利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办事回来了？江叔说了，你要养着的。是不是王婶子逼你？我这就去找管家。长安，没人逼我，我想让你在那1两银子里早点喘过气来。云姑娘，你别这么说，这活本来就该我干，是我没用，让你跟着受累了。我来烧火。哟，许家妹子，这地儿窄，您那尊大佛可留神脚下，别撞翻了给夫人准备的宝贝，到时候夫人生气，咱谁也担待不起。哼，什么宝贝？不过是些糊弄人的粉浆。王嫂子，你别被些来路不明的人给骗了。暗地里使绊子，明面上吐唾沫。这梁府的厨房虽不及御膳房阴狠，但这股子小家子气的排挤倒是一样。若不是有王婶护着，怕是连火都生不起来。长安，撤火。这是什么做法？闻着怪香的。王婶儿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云姑娘？春柳姑娘，您瞧瞧这品相，府里哪见过这样的？倒是个稀罕物。
清甜不腻，这口感，怕是县太爷府里也未必有。快装进提篮里，别让点心冷了塌了身。云姑娘，你随我来，夫人正等着呢。云姑娘，进了夫人的屋子，眼珠子别乱转。夫人问什么，你答什么，不可多言。是。夫人，您快瞧瞧，奴婢在厨房伺候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见着这么水灵的点心，闻着清雅，瞧着就像玉雕出来的一样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，什么神仙美味能让你夸成这样？这县里大大小小的席面，我哪样没见过？这便是权贵的通病，先要蹙眉显出自己的挑剔，再要品味显出自己的高雅。这种戏码，我在坤宁宫看了4年，早就腻了。这糕点，口感软糯却不粘牙，甜味中竟藏着一股子冷泉的清冽。春柳没夸错，这确实是难得的巧思。你抬起头来。起来吧，云姑娘，你这手艺，说是宫里的御厨传人，我也信几分。这县里的厨子断做不出这般玲珑心思。夫人谬赞，不过是落难时跟一位老师傅学过几招防身。那我问你，弹起荤香飘，佛闻气禅跳，这传说中的佛跳墙，你可会？佛跳墙在宫里那是每年除夕国宴的主菜，由8位老御厨合力，3天3夜方能成一坛。我会吗？我不光会，我还曾为了调出最正宗的汤底，在御膳房的烟火里站了整整1个寒冬。会还是不会？若是说不会，我便只是个做点心的，随时可被替代；若是说会，我便是梁夫人的摇钱树，在这梁府便再没人敢轻易动我。回夫人，奴婢确实会，只是这道菜用料极其考究，火候更有千变万化，非一日之功，奴婢需要准备。好一个确实会！我听说你是长安花1两银子娶回来的媳妇儿。回夫人，奴婢确实被长安所救，若不是他花1两银子将奴婢带回，又预支工钱供奴婢落脚，奴婢早已无容身之地。都说夫唱妻随，长安是梁家的长工，你作为他媳妇儿，我也不逼你签什么卖身契。往后你就在我小厨房当差，工钱凑个整300文1月，做得好，赏钱少不了你的。300文，这比长安那个卖力气的汉子还要多出20文。彩云谢夫人恩典。你和长安既有缘分，总不能2口子各睡各的。下人房那边可有空院子？回夫人，下人院西北角那处3间偏房还空着，前些日子刚打扫过，窗明几净的，正适合小2口安家。便分给他们吧，再去库房拿套被褥和日常用得上的物件，就当我这东家夫人给他们的新婚贺礼。夫人，劳役契书写好了。1年期，只顾私人，若有过失，随时遣散。这梁夫人果真算得精，她是在怕我这佛跳墙是个空壳子，先用1年时间试我深浅。你识字？回夫人，以前跟着主家认得几个字。彩云，倒是个好名。明日就来当差吧，你这身子撑得住吗？回夫人，能的。下去吧。是。从今往后，我便叫彩云，不再是宫里那个伺候人的，随时会被杖毙的无名奴婢。彩云妹妹，往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。夫人刚才还夸你懂事，想必明天选人的时候，也会依着你的心意。我有个亲妹妹叫春枝，也在名单里。她年纪小，没见过世面，到时候她头上会戴一朵粉色绢花。你若选了她，在这主院里，姐姐绝不会让你吃亏。
春柳姐姐放心，我记着了。春枝妹妹既然是姐姐的亲眷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你们小两口运气真是不赖，这院子原是管事儿的住，刚空下来没2日，瞧瞧多宽敞。别说你们俩，往后有了孩子，这一大家子也住得下。太好了，王婶儿，我做梦都没敢想过能在府里有个自个儿的窝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俩了。长安，我们聊聊吧。哎，好。你救了我的命，但我不能瞒你，我从小被卖身为奴，在京城那些深宅大院里给人做过通房丫鬟。那不是我自愿的，在那皇城根下，主子吩咐了，奴婢就得受着，由不得我拒绝。我被打得半死发卖，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错，而是那些主子们之间的较量，我成了他们撒气的废气。你救了我是大恩，我该报。你想让我做你媳妇儿，我不会拒绝，也会尽心竭力撑起这个家。但我的身子在宫里亏得很了，目前不宜行房事，更不宜有身孕。我的过往大概就是这样。你若不嫌弃我是个残花败柳，是个负累，我愿意与你共度一生，是心甘情愿的，绝不勉强。我不嫌弃，我长安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卖力气的粗汉。你心眼好，还识字，肯跟我过日子，是我高攀了。那咱们说定了，一辈子。好，一辈子。彩云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我想好了，等这几天忙完，我带你回趟村里，去见见我爹娘，再简单办个婚事。我穷，欠了东家1两银子，还欠着江叔的药费，给不了你风风光光的婚礼，甚至连套像样的红嫁衣都置办不起。可我想给你一个名分，让全村人都知道，你是我长安正经娶进门的媳妇。长安，我不在乎那些虚礼。办场婚礼，请乡邻吃喝，少说也要搭进去几百文，甚至1两银子。那银子砸下去，除了听个响，换来几句不咸不淡的客套，还能剩下什么？比起婚礼，我更想要别的东西。我们要先还清债务，然后攒钱，落户籍，做良民。户籍？做良民？对，我要做良民。要有一张盖着官印写着我名字的名帖，我要能名正言顺的买田买房，即便走出这南原县，也没人敢指着我的脊梁骨叫我贱奴。我想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寄托在主子的慈悲上。我懂了，媳妇儿，我听你的。以后我的工钱分3份，1份给我爹娘养老，剩下的2份都交给你管着。不管是还债还是攒钱买户籍，你说了算。好。彩云妹妹，夫人说了，这小厨房往后你说了算。这儿站着的都是府里挑出来的苗子，你尽管选顺眼的。你叫什么？回姐姐，我叫春枝。春枝，留下。王月，你也出来。谢云姐姐提拔，奴婢一定玩命干活。你叫什么？回姐姐，奴婢阿青，原是在江喜房当差的。阿青，你也留下，没选上的都先退下吧。彩云妹妹，我也回去给夫人复命了。今日麻烦春柳姐姐了。进了这道门，你们就是我的人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，
有什么后台？在这小厨房里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第一，要守口如瓶，主子吃什么说什么，敢露出去半个字，我饶不了你们。第二，要手脚干净，灶上的东西哪怕是一粒盐我不给，你们不许碰。只要同心协力，守规矩，不多嘴，我保你们在夫人面前有体面。是，谨听云姐姐教诲。云娘子，忙着呢。徐婶儿，这是做什么？云娘子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我想跟你学做那道佛跳墙。你是签了契的长工，东家不成还能换西家，可我是卖身的奴才，这辈子就拴在梁府了。要是没点压箱底的真本事，指不定哪天就被那些年轻貌美的给挤到了角落里。你肯教我，我绝不藏私。这府里主子爱吃的红烧肉、醉鹅、八宝鸭，只要你想学，我徐春花倾囊相教，绝不留一手。徐婶客气了，既然都是为夫人办事，我自当尽心指点。这佛跳桥做法繁复，咱们往后互相切磋便是。多谢云娘子，待会儿下了工，我再让人给你送2两上好的云雾茶，半斤托人从南边带回来的红糖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那便谢过徐婶了。云娘子，那我先去上工了，改日再过来谢你。徐婶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活计。在宫里，我曾以为清高能保全尊严，可在那人命如草芥的马车上，我才明白，尊严是靠银钱和本事垒出来的。夫人有个堂妹嫁到了海边，每年都送不少这些海货过来。可府里大厨房那几位做出来的东西总带股子抹不掉的土腥气，夫人尝了几回便不爱动了。这鲍鱼虽好，但个头太巨，泡发不易透心，蒸制时外烂内硬，难登大雅。库房里可有小些个头更匀称的？有是有，只是这些个头稍逊，怕委屈了夫人的贵客。就要这种，挑中等个头、裙边完整的，大小均匀，受热才快慢一致，不至于这一碗软糯，那一碗生硬。海参要选刺密而挺的，鱼唇要色泽淡黄无杂质的，摇杆提筋各按这个分量配齐。此次宴席50位客人，为防万一，须得多备出20份来，一共准备70、80份的料，一分都不能差。云妹妹，你这通身的派头，一看就是真正见过世面的行家。鲍鱼80只，海参80条。云娘子，您瞧瞧，这单子可对？这东西金贵，搬的时候莫要磕碰。春柳姐姐，食材虽好，但泡发2字最是关键。天热，水要勤换，且得用山泉水，否则一锅好菜全毁在底味上。云娘子，我在这灶上干了大半辈子，自问也见过不少能人，可像您这般对海货习性了如指掌，连泡发水温都掐得精确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您早前到底是在哪家顶天的府邸当差，竟能懂得这般多？徐婶儿，这天下虽然大，但若是论起鼎鼎尊贵的地方是在哪儿，你去猜便是了。那是，难不成是京城里头那座？过去的事都随风散了，主子们的恩怨，咱们做奴婢的提他作甚？咱们还是说回这道菜，这海参的火候若是差了1星半点，那可就糟蹋了夫人的心血。是，云娘子教训的对，是老奴老糊涂了，不该问的烂在肚子里也不敢再提。夫人，老奴刚从小厨房回来，那云娘子她……说，她怎么了？云娘子她绝对不是普通大户人家出来的丫鬟，老奴斗胆试探她的来历，她不仅没慌，还跟老奴说，让老奴去猜那天底下鼎鼎尊贵的地方。她原话真是这么说的，
不肯说具体的府邸。是，那谈吐，那气度，还有那股子看谁都像看草芥的劲头。老奴活了这把年纪，只在当年进京办事时，远远瞧到宫里的贵人有过这般派头。鼎鼎尊贵的地方，这南阳县怕是连提那地方的名字都要折寿。夫人，那咱们要不要去官府，暗地里查查这云娘子的底？万一她是京里哪位？不必查，若是真有泼天的干吏，查到了反而是祸事。只要他有本事，守规矩，不给梁府惹事，那他就是咱们府上的金菩萨，供着便是。我问你，那道佛跳墙准备的如何了？老奴盯着呢，云娘子的步骤极稳，对每一样海鱼的脾性都掐得死死的，心思之缜密，老奴平生未见。这道菜要是成了，后日的宴席定能让全县的夫人们都惊破了胆。很好，留着他对我有大用。只要他能把这梁府的门面撑起来，他那1两银子的身价，我给他翻成100两。老奴明白，老奴一定像伺候祖宗一样，替夫人看好了那小厨房。东西进了这院子，便是咱们4个人的脑袋。这鲍鱼海参发的好不好，直接关系到后日夫人的脸面。王月，这海雾的换水交给你，早晚各一次，哪怕是半夜，只要瞧见这水有一丝浑浊粘稠，立刻给我换上新寄的泉水，记住了吗？云姐姐放心，奴婢就是不睡觉，也守着这几盆宝贝。春枝，你姐姐是春柳，想必你更明白规矩2字。你负责看守食材，除了王月换水，不准任何人私自动这些盆，哪怕是徐婶，甚至是管家来了，没我的准话，谁的手也别想伸进来。是，奴婢定当寸步不离。阿青，你力气大，腿脚快，备柴引火、跑腿传话的事情全由你负责。这一场仗打下来，少不了你的功劳。是，云姐姐。阿青，别费劲了，这柴火被人淋了水，闷在里头湿透了，你便是把火石敲烂了，也烧不出火来。阿青，你去柴房重新取一捆干透的松木来，顺便把灶台左手边的盐罐子也倒了，去库房领新盐。咸中带腻，回味极丹。这梁府的厨子，难不成连盐和糖都分不清了？既然干不好灶上的活儿，就别在这杵着，过来。都是伺候主子，使这些见不得光的绊子没用。在这小厨房，手艺才是底气。你若是觉得我不配坐这位置，大可做出比佛跳墙更好的菜来，我自会退位让贤。可你若是想毁了夫人的宴席，那便是自寻死路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云娘子饶命！哼，这种话留着骗你自己吧。下不为例，若是明日这灶房再出一丁点岔子，我不会再跟你废话，直接回明了夫人，把你发卖给人牙子，送得远远的。云姐姐，这种人留着怕是个祸害。在宫里，这种人活不过半天，可在这里，我还缺个能干杂活的，吓住了，比杀了有用。都看仔细了，底层铺蹄筋、冬菇，中间堆上海参、鱼鳞，鲍鱼压在最上头，裙边要朝外，摆漂亮了。是。哎呦喂，这是啥味儿啊？我在这府里待了10年，也没闻过这么勾人的荤香。听说那个新来的云娘子在蒸佛跳墙，这名字起得真邪乎。闻着这味儿，我这凡人都想跳墙进去抢一口，更别说佛祖了。
怎么累成这样？脸色白得跟纸似的。今天开坛争制，一点火候都不敢错。那50个坛子，就像50颗脑袋悬在我脖子上。我刚才回来的路上，听那几个管事的都在嚼舌根，说你带人在小厨房捣鼓什么佛跳墙，那是很重要的贵重菜吗？是，那是宫里才有的方子，关乎梁夫人后天宴席的颜面。若是成了，咱们托集的钱就有了着落；若是砸了，我虽然不懂厨艺，但我晓得你是个要强的人。既然这事儿大过天，那你这2天尽管待在厨房忙活，家里的活我全包了。劈柴、担水、洗衣裳，你一个手指头都别再碰。哪怕我半夜不睡，也把这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利落，绝不让你回了家还操心半点琐碎。长安，辛苦你了。这算啥辛苦？你那是拿命在搏前程，我出力气是本分。我去端热水，江叔说了，你这身子骨得常热敷，一会儿水开了，你泡泡脚，去乏，我再给你揉揉肩膀。来，你泡泡脚。长安，你真好。诸位夫人，正准儿上桌喽！揭盖。这是什么美味？香气入骨，竟让我这吃惯山珍的人都坐不住了。这简直是人间极品！让诸位见笑了。这是我府上新请的厨娘彩云做的，名唤佛跳情。佛跳桥，好名字。弹起荤香飘四邻，佛闻气禅跳墙来。能做出这道菜的人，怕是连京里的御膳房也去的。是啊，是啊，夫人当真是好福气，能得此等能人。往后这南阳县的席面，怕是再没人能越过梁府去了。谢诸位夫人赏识，不过是些山野海鸭，全仗着夫人的恩典，舍得用那等极品干货，方能成此一坛。300文月钱还是给少了，这样的宝贝若不重重赏赐，死死扣住，怕是明日就要被县太爷府上抢了去。彩云，你做得极好。今日县太爷夫人临走时还拉着我的手，问着佛跳墙是哪位魏名厨的手属。你真是为我杨家，为我这当家主母挣足了脸面。这5两白银是赏你今日出力的辛苦，此外，从下月起，你的月钱再加50文。往后这小厨房，无论是买办还是调配，你一个人说了算。若是谁敢倚老卖老不听使唤，你直接来回我，我替你做主。彩云，谢夫人厚赏，定不负夫人信任。你这孩子就是懂事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大家快来看看呀，这就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好儿子，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生生把2年的工钱都给填进去了，那是咱家的活命钱啊！长安，你别不识好歹，那可是3200文。你大哥成亲要钱，你小弟读书要钱，你倒好，买个半死不活的货色回来供着，赶紧把钱从那婆娘手里抠出来还给家里，不然老子今天就闹到梁老爷面前，看你这工还做不做得了。娘，我救的是一条命，那是我的媳妇儿，是我下聘娶回来的。让那个女人出来，看我不撕烂她的脸！你个不孝的东西，梁房东好吸引，放的都是东西！
在宫里，比这更疯的泼妇我都见过。这种只认银子不认人的货色，若是退一步，便会有100步等着你。彩云，你回屋去，这儿我来挡着。吵够了吗？要钱没有？要命，你们也拿不走。大爷、大娘，长安救我是因为他心存善念，这是这世间最难求的恩义。恩义有什么用？1两银子，那是老子全家勒紧裤腰带攒出来的。你这婆娘，少跟老子整这些虚的，拿不出银子，今天谁也别想好过。债我们会还，日子我们也会正正经经的过。长安是个孝子，即便为了救我预支了工钱，他心里念着的依然是二老的生养之恩。我可以替他做主，等还清了这1两银子的死债，以后长安的工钱扣除家里缴获，仍会按月给你们送去养老。我现在深得梁夫人信任，月钱比长安还厚实几分。二老若是在这儿闹翻了天，不仅长安的差事保不住，我这儿的进项也就断了。到时候别说养老钱，怕是连这1两银子的亏空，二老也得自个儿想法子填上了。知道了，既然夫人都赏识你，那你可得记着今天说的话，往后可不能亏了我们。那我们回村了，好好干。疼吗？不疼，彩云，对不住，本该是我护着你，却让你跟我一起受这种没脸皮的辱骂。谢谢你，今日若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害怕你会瞧不起我，害怕你会后悔跟了我这么个没出息的窝囊废。长安，你救我命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个累赘？既然进了这个院子，咱们就是夫妻。你是我的依靠，我便是你的盾牌。这世上的风雨，本该咱们一起扛。彩云，你记着，我长安这辈子，哪怕是豁出命去干活，也一定好好待你，绝不叫你再受半点委屈。我信你，我信你。长安的账，长安，预支工钱1两，折合3200文，另支取医馆药费、诊金及后续补药费，共计860文，总债项4060元。先生，请清点，这是1两2钱银子。哟，长安，你这是在哪儿发了大财？这才1个多月，2年的饥荒就填平了。成色不错，行了，这就给你把账勾了。从下个月起，你的工钱照常发。这张欠条你拿回去撕了吧。还清了，还清了！彩云，快看，还清了，咱们不欠债了。知道了，傻瓜。彩云，我们不欠债了，再也不欠债了。王婶儿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您说说话呢。云丫头，这是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，可是灶上出了啥岔子？王婶儿，你是这府里的老人了，南阳县的人情往来你最清楚。我想私下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这外乡来的苦命人，若想在这县里落个户籍，做个堂堂正正的良民，得走哪条路子？你想脱籍？云丫头，你现在在夫人面前这般体面，月钱又厚，在这梁府待着不比外头风吹日雷强，你要那张名帖做啥使？我想做个真正的良人，不求富贵通天，
只求我这脊梁骨不用见了主子就弯，求我这姓名能名正言顺地写在官府的红册子上。这路子倒是有，可难如登天，得先找着县里的理政作保，还得去衙门里巡管户籍的文书，最要紧的是银子，上上下下打点，加上补齐这些年的捐税，少说也要5两银子左右。多谢王婶如实相告，这事儿还求王婶替我瞒着，尤其是莫要让长安知道，他那人心眼实，怕他跟着担惊受怕。哎，你这丫头主意太正。行了，我这老婆子嘴最严，你有这志向，婶子只有佩服的。5两银子，5两银子就能换一个自由身，就能让我的孩子出生后不必再姓一个奴字，这买卖划算得很。彩云，你这心气儿怕是不止在这方寸灶台上。我瞧你攒钱攒得紧，连春柳他们塞的红包都一个子儿舍不得花。你这心思怕是不小，不想一辈子在我这梁府做个厨娘吧？夫人明察，奴婢残命一条，全仗着夫人恩典方能重活。奴婢不敢欺瞒夫人，我想做个良民，攒够了钱落个户籍，往后能带着长安过个安稳的小日子。好一个安稳小日子，在这南阳县能像你这般活得清醒的女子当真不多。我不拦你，像你这般的凤凰，这梁府的小厨房确实也关不住一辈子。只要你在府里这1年好好做事，把那几道大菜交给徐婶，等契约期满，我不光放你走，还会亲自给你写一份保书递到衙门，祝你落籍。夫人大恩，彩云没齿难忘。这1年，奴婢定当倾囊相授，为梁府争光添彩，以报夫人活命与成全之情。这一石二鸟之计，既得了彩云的真心，又稳住了府里的封面，当真是划算。长安，今日没有酒席，没有宾客，甚至没有大红的嫁衣，你可会觉得委屈？不委屈，能娶到你，是我长安这辈子修来的最大福分。今日起，我彩云便是长安之妻，往后余生同甘共苦，不离不弃。今日起，我长安便是彩云之夫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定不叫你受半点委屈，护你一世安稳。媳妇儿，那以后我可以搬回正屋来睡了吗？去把你的铺盖拿过来吧。嘿，彩云，你可真是我的福将。自打你那佛跳墙和几样新鲜点心出了名，这县城里想跟咱们杨家做生意的商户，简直把门槛都快踩平了。彩云啊，你那契约虽然签的是1年，但我这心里是真舍不得你。我想过了，300文月钱委屈你了，从下个月起，我直接给你把到500文1月。此外，凡是宾客赏赐的银两，我分文不取，全归你个人。只要你肯长久留在这梁府，你和长安今后的日子，我杨家包了。500文，这灯光，这在南苑县足够养活一个5口之家还有余。这可是府里1等管事才有的待遇。夫人厚爱，彩云感激涕零。这梁府待彩云恩重如山，夫人更是彩云的再生父母。可奴婢自小入宫，看惯了朱墙高瓦下的算计，这辈子剩下的光景，彩云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能做个寻常巷陌里的良民，支个摊子，守着自个儿的男人，过几天安稳自在的小日子。也罢，人各有志，我若强求，反倒成了一桩恶事。但这1年里，你可得把那几个方子稳稳当当的交给徐婶他们。夫人放心，奴婢定当倾囊相助。云娘子，这份恩情
我徐春花记一辈子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没你在，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早被那些牙尖嘴利的小蹄子给挤兑走了。往后若是闲了，千万记得回府里指点指点老奴的火候。月儿、春枝、阿青，你们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在这府里，只要手艺不丢，嘴巴闭紧，没人能为难你们。云丫头，这一年多亏了你提携月儿，往后在外面支摊子辛苦，若有啥难处，言语一声，婶子在府里还有几分薄面，能帮你跑个腿。彩云妹妹，夫人说了，你的铺子开张那日，她定会派轿子去讨一碗彩头。姐姐我也一定带上姐妹们去捧场，看你如何把那云氏点心的名号打响全县。多谢诸位这段时间的照拂，彩云此去，山高水长，愿诸位岁岁平安。契约办好了，彩云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梁家夫人亲自作保，说你勤勉本分，有大功于府。既然银钱缴齐了，规矩也全了，这户籍便与你落了。办妥了。彩云，你从此便是这南阳县的良民，有名有姓，自有之身。往后无论是制产还是行路，官府皆有明证。谢过李正大人。下去吧。是。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怕了。哎呦喂，好香！这是什么点心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头一回闻见这么高级的香味儿。老哥好眼力，这是咱们铺子招牌的宫廷风味糕点，选的是上等食材，用的是御膳房流出的秘方，不贵，只要3文钱一块。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进来尝尝吧。神了，这口感，这味道，再给我来3块，给家里娘娘也尝尝。彩云，不管以后是苦是甜，这辈子我陪着你，哪怕没大富大贵，我也护着这铺子的灶火，不让它熄了。一辈子。